特工大概做梦也没想到，5月才刚刚开局，自己还在精心筹备胜利日，结果前线后方全出问题了。先是前线，仅4月1个月就丢了116平方公里控制区，后方更夸张，乌军彻底突破了莫斯科防空网，俄军101个防空阵地加一起都没防住乌克兰的一架 FP1 无人机。2000公里外的汉特曼西自治区也头一回拉响了空袭警报，普京紧急撤换空天军司令，自己也不敢再公开露面。这种补救措施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下究竟能发挥多少作用？普京还能躲多久？特工憋了几个月的春季攻势还是丢了大脸。据 ISW 发布的战局评估报告，2026年4月，俄军在整个乌克兰战区丢掉了116平方公里的控制区，被迫从多个阵地上撤出。这是自2024年8月乌克兰打进库尔斯克以来，俄军第一次在1个月内丢掉了这么多地盘。俄军自己应该也清楚前线战况不容乐观，所以在整个4月份，突击行动数量增加了 2.2%。然而越努力越失败，占领的领土比起3月还又少了 11.9%， 推进速度也在持续放缓。2026年前4个月，平均到每天俄军只能往前蹭 2.9 平方公里，同期的2025年每天是 9.76 平方公里。据 Deep State 统计，现在的俄军想要攻占1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概需要36次突击行动。更让莫斯科脸上挂不住的是，之前吹战绩吹得太夸张，现在彻底遮不住仇了。俄军目前所谓的战绩，大部分是依赖所谓的渗透战术得来的，其实就是派小股部队摸进黑色地带晃一圈，拍个照片或者插个旗子就跑，然后克工就可以对外宣称我们俄罗斯又夺取了某某地区。实际上这些区域根本没有被俄军稳定控制。这套战术的典型代表就是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俄方天天宣传自己怎么推进，推到了哪里。但是据 ISW 评估，俄军早在2025年秋天就已经摸到了科斯蒂安蒂尼夫卡的城郊，结果大半年过去了，只渗透了城市东南边缘约 10.14% 的区域，连 1% 的实际控制都没有拿到。此前俄军试图利用机械化突击来突破乌军防线，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从整体战线来看，过去6个月俄军用这种方式渗透或声称占领了1716平方公里，但真正坐实的控制量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俄军这套把戏其实已经被戳穿过很多次了，但他们显然不打算收手，毕竟往前推不动，只能靠造假来维持体面，这都不算打仗了，而是俄军演给克工看的行为艺术。纵观俄军春季部署，这一系列的挫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精准打击摧毁了俄军的核心链条，马斯克在2月份切断了俄军占领区内的星链终端，克工自己对 Telegram 的限制又搞乱了部队之间的横向协调，再加上受天气影响，俄军机械化突击条件大大受限，最终导致了俄军在多个方向上的失利。然而这对俄罗斯来说可能还只算是一盘开胃小菜，因为乌克兰紧跟着就向俄罗斯秀了把操作。远在后方的克工现在面临的情况可能说就是一个字：危。5月4日凌晨，距离胜利日阅兵还有不到几天的时间，一架 FP1 无人机穿过夜空，径直撞上了莫斯菲尔莫夫斯卡亚街一栋高档住宅楼的36层，当场炸毁了3间公寓的内墙，部分外墙崩塌，碎片和碎玻璃散落了几十米，砸中楼下一辆私家车。这架 FP1 对乌克兰来说还不算什么大杀器，这是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的远程打击无人机，航程达到1600公里，弹头重量最高能装120公斤，成本低速度快，就是乌克兰军工的批量货。但就是这种批量货直接在俄罗斯的心脏炸响了。事后经过确认，无人机撞击点距离克工仅6公里，距离俄罗斯国防部大楼更是只有3公里，可以说离克工仅有1步之遥。这个位置本身就够敏感了，更让俄罗斯脸上挂不住的是自家的防空体系在乌克兰的无人机面前可以说是形同虚设。为了准备5月9日的红场阅兵，早在1个月前，俄罗斯就把莫斯科周边能挪的防空装备全部堆了过来，总共部署了大约130个防空点位，其中包括约100套铠甲 S1， 一批道尔系列短距拦截系统，还有约20个 S400 防空营坐镇支援。然而重重防御不仅没有拦住 FP1， 还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笑话。在袭击之后，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斯捷尔年科通过社交媒体放出了一张标满俄军防空阵地的部署地图。这张地图详细标注了莫斯科周边101个具体防空点，差不多就是那100多套铠甲、道尔再加上 S400 的完整布防图。这意味着从最外层的战略防空到莫斯科郊区的区域拦截，再到市中心屋顶上的近距离防空阵地，乌克兰情报部门早就摸得一清二楚。所以 FP1 的这次袭击不是什么运气使然，就是乌克兰摸透了俄罗斯的防空漏洞，然后在胜利日前给俄罗斯带来了一波惊喜。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袭击后不得不承认确实遭到了袭击，然后立刻补了一句没有伤亡，试图用这个结果把整件事的严重性压下去，并
并且将无人机爆炸归结于被俄军击落或者电子战系统干扰。他们一边表现得轻描淡写，想把事情压下去，另一边却在疯狂打补丁。袭击发生后还不到几个小时，俄方就紧急调动了机枪皮卡车队，专门把机枪手送上了科工的塔楼上，专门负责盯乌克兰的无人机。但是这种补救有什么用呢？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彻底撕碎了科工最后的遮羞布，连莫斯科这样的防御都拦不住乌克兰的无人机。整个俄罗斯境内还有哪里能逃过无人机袭击？答案是没有。乌克兰的无人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架 FP1在莫斯科立威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把科工的钱袋子一个接一个的点了。只有真正的打疼科工，这场战争才有结束的希望。先说图阿普谢炼油厂，这地方可以说是乌克兰的重点光顾对象。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4次图阿普谢，前3次打击已经摧毁了至少24座储油罐，迫使工厂停产，大火烧了好几天才被扑灭。第4次打击再次精准命中，据当地紧急情报部门通报，海上码头燃起大火，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当局被迫承认火灾，并拼命加固河道防护坝，防止燃油泄漏入海。这座炼油厂的实际产能是日产约12万桶的成品油，现在连一滴都炼不出来。图阿普谢周围的居民还在社交媒体上抱怨有雨，天空下落的全是燃烧后散开的油污颗粒。然后是比尔姆，乌军无人机连续2夜击中比尔姆边疆区的石油设施，先是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旗下的调度站被击中，几乎所有储油罐都起了火。紧接着卢克石油公司的比尔姆石化炼油厂被命中， AVT4 初级加工单元被破坏。这座炼油厂年处理能力近1300万吨，是俄罗斯的头号炼油厂之一，现在直接陷入瘫痪。而且比尔姆距离乌克兰超过1500公里，但乌克兰的无人机告诉俄罗斯，距离对他们来说早就不是障碍了。最后是基里西，这是列宁格勒州的一座工业城市，没什么名气，但俄罗斯第2大炼油厂蹲在这里，堪称 KINEF， 一年能吞下近2000万吨原油，占全俄炼油总产能的7%左右，是俄西北部最大的炼油厂，也是向波罗的海方向出口成品油的核心跳板。5月4日到5日的夜里，乌克兰无人机编队再次杀进列宁格勒上空。这次打击由 SBU 阿尔法特战分队与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和无人系统部队协同完成。基里西工业区遭到精准打击， KINEF 炼油厂燃起大火。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登科承认工业区起火，然后嘴硬地说，俄军防空部队击落了18架无人机。但他没说的是，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 KINEF 4套原油蒸馏装置中的3套。原油加工的第一步就是靠这些蒸馏装置把原油加热分流成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的原料。3套同时报废，基本上就是把炼油厂的命给掐了。路透社随后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确认，基里西炼油厂已完全停止原油加工，修复时间无法评估。据彭博社发布的测算数据，在乌克兰持续数周的打击之后，俄罗斯4月份的石油日均加工量已经跌到了469万桶，这是2009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17年来的谷底。泽连斯基也给出了一个数字，自2026年初以来，乌克兰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远程打击已经造成至少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然而，对炼油厂的打击还只是前奏，乌克兰仍然在持续加码。就在同一天夜里，俄罗斯至少18个地区同时响起了空袭警报。从西到东，从列宁格勒到乌拉尔山脚下，警报声此起彼伏，包括喀山、萨马拉、乌法、夏诺夫格罗德和比尔姆在内的18个机场全部暂停航班。其中最刺耳的一声来自距离乌克兰边境2000公里外的汉特曼西自治区，这是汉特曼西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进入导弹危险状态。该地区州长库哈鲁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亲口确认了这一消息。警报持续了大约40分钟，移动通信和互联网被局部限制。一夜之间，俄罗斯全境都不得安宁。对于俄罗斯来说，所谓的战略纵深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就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的领空内大发神威的时候，普京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换人。解除了阿夫扎洛夫的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司令职务，换上亚历山大·柴科。航空航天部队是负责整个俄罗斯防空和导弹防御体系的核心力量，结果连首都的一架 FP1 都拦不住，境内各地的损失更是没断过。领导整个体系的总司令当然要当替罪羊，但是换一个人接手就能修补俄罗斯破烂的防空吗？答案只有一个，异想天开。不过普京也是没办法，被打得这么惨，再不出点措施，那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是的，我们没招了，我们就这样躺平挨打吧。普京当然不可能这么做，所以他必须挣扎一下。就像明知乌克兰的无人机飞俄罗斯的领空已经如入无人之境，却还要努力让自己的胜利日阅兵别那么难看，于是向乌克兰发出了最无力的威胁：如果乌克兰敢破坏阅兵，俄罗斯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导弹报复性打击。俄罗斯这次威慑让火力军看得直想笑，说什么乌克兰破坏阅兵，要不先回头看看这一次红场阅兵有什么是值得乌克兰破坏的。
此前，俄罗斯有模有样地宣布，鉴于当前作战形势，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将不展示任何地面军事装备，坦克、装甲车、导弹发射车统统不上了。这是自2008年以来，装甲方队第一次从红场上消失。整场阅兵将只有军校学员和部分步兵方阵参加，看台上的人数被砍到几百人，往年可是大几千人。整个仪式预计不到1个小时就得匆匆收场。莫斯科这边的规模一缩水，全国跟着露怯。圣彼得堡随后紧急宣布取消军事装备方阵，甚至连近些年一直保留的一辆修复版 T-34坦克也不再出场。阅兵观礼台从原计划的3座看到1座，现场观众人数也从5600人缩减到300人。全俄多个地区都取消了阅兵和焰火表演。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不朽军团游行也被搬到线上，一场本该全国齐声高喊乌拉的庆典就这样变成了闹剧。更讽刺的是，能拉出来看的东西不多，安保措施反而堆到了史无前例的级别。莫斯科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禁飞区加信号盲区。莫斯科各大移动运营商从5日开始就向用户发送短信，明确通知5月5日到9日期间，移动互联网和短信功能可能会出现临时限制。说的挺含蓄，搞什么临时限制？但据路透社记者共同确认，手机移动互联网信号已经全部瘫痪了，连出租车都叫不了。多名莫斯科市民反馈，连官方平时特意保留的所谓白名单网站，在当天也全都打不开。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跟着发声明，说客户可能登录不了账户，收不到短信验证码。街上的自动取款机因为用的是移动网络，一堆的宕机。莫斯科全市的无现金支付系统大面积停摆，商店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市民开始担心现金不够用，甚至因为移动通信中断，多个地区根本听不到警笛声。好多人说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空袭警报的短信提醒。与此同时，莫斯科全部4座民用机场——谢列梅捷沃、弗努科沃、多莫捷多沃和茹科夫斯基已全部停摆，空域被彻底封锁，任何航班都不得起降。地面上的武装部署就更离谱了，克宫所有的塔楼和城墙上都部署了狙击手和机枪手，配备特种装备。从斯帕斯卡亚楼到红场4周的屋顶，处处都是持枪的战斗人员。通往莫斯科的所有入口均设立了武装检查站，架势摆得很大，可惜内力太虚，不仅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装备，甚至连看客都没几个。国家议会的成员不会出席，而确认现身红场看台的外国领导人几乎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的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的扎帕罗夫，还有一个凑热闹的斯洛伐克总理菲科。欧尔班下台后，菲科这个亲俄派的立场就有所摇摆。在和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菲科公然表示愿意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且愿意分享他们的入盟经验，这无疑是给了俄罗斯一记狠狠的耳光。而在这场阅兵这件大事上，菲科也是表现得前后含糊。虽然他计划在5月9日飞抵莫斯科见普京，但有消息透露，他本人并没有出席红场阅兵式的打算，而且他的出行还遭遇了明显阻碍。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拒绝为他的专机提供领空过境许可，还需要协调路线。这一连串意外下来，把这场阅兵的尴尬程度又推高了一个层次。2025年的时候，莫斯科的红场阅兵还有20多位国家元首来捧场，跟那个时候一比，2026年的阅兵简直拿不出手，要人没人，要装备没装备。就这种情况，估计乌克兰的无人机都懒得光顾，因为太不值得了。这场阅兵折射出来的不仅是俄罗斯防控的虚弱，还有普京的深层次恐慌。因为比起乌克兰炸不炸阅兵式，这位总统更担心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命。据 CNN 披露的一份欧洲情报机构报告，从3月初开始，克宫对袭击的担忧急剧加剧。为此，普京调整了安全策略，整个克宫已经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所有想进克宫见普京的人都要经过2道安检，包括联邦保卫局的全面搜身。厨师、摄影师、私人保镖这种最贴身的工作人员被禁止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使用没有联网功能的手机，一切通讯都在监控之下，甚至这些人的家里也都安装了监控系统，全天候被 FSO 盯着。身边的人都不可信，外界更是遍布杀机，所以 FSO 还在莫斯科河沿岸部署了专门反无人机的人员，动用警犬进行大规模安检扫荡，还在特定区域定时切断通信网络。而莫斯科市区的移动互联网之所以频繁被切断，也有一部分原因跟普京的人身安全直接相关。具体到普京本人的行踪，那就更能看出普京到底有多慌了。虽然此前瓦尔代区一口气同时开工新建了7座配备铠甲 S1 的防空塔，这座私人庄园周边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数量一下子涨到27这个数字，看起来相当唬人。但其实普京本人已经不再去莫斯科和瓦尔代的常驻官邸，公开露面也是寥寥无几。整个2026年至今，他一次都没有踏足过任何军事设施。然而就在去年，视察军营这种事还是他的日常作秀项目。据情报披露，目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堡里，尤其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地下掩体，那是经过现代化加固的防核爆级别设施。普京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
为了让外界以为一切照旧，克宫的新闻部门负责播放提前录制好的视频。视频里，普京在开会，在讲话，在市场，仿佛还在正常活动。实际上，真人正在地堡里搜着。消息人士透露，他每天召开会议，并指挥详细的军事行动，例如怎么打下乌克兰的一座小村庄。与战争无关的官员，每隔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见他一次，而唯一能获得更多与他见面机会的方式是扩大战争。一个发动战争的人，现在自己被这场战争吓得钻到了地下，哪怕如此，还要偏执地盯着乌克兰的土地。火力军只能说，这种情况哪里还需要乌克兰用无人机威胁？所谓的胜利日，只是他们的自我安慰罢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样的普京真的能带俄罗斯走向胜利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